所以我会直接用 App 上这个扫描的功能，然后去扫它。我自己有买一个这种，就是那种称重的。那我鼻子这边大概是4.1盎司，然后我就把它直接这样丢进来。然后看看我们刚刚酿热量是多少。我看一下哦。嗨，大家早！今天是礼拜6，然后今天的影片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就是一天3餐可能都吃什么，然后还有大家比较常问的就是我之前在减重影片有分享说我怎么记饮食的热量，所以今天稍微示范一下我大概都怎么记的。然后我其实很久没有很认真的记饮食热量，因为我以前就是前阵子之前比较认真在控制饮食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几乎所有东西都要称重，就是我要吃这个，我觉得大概量一下是多少，然后记在那个 app 里面。可是现在我比较没有在那么严格控制期，所以现在我大部分会记的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不希望自己吃太多的东西，还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就不是原型食物的那种东西，比如说白饭。白饭就是我不想我吃太多，因为我可以吃很多，所以我就会克制说我现在量这一份是大概多少，我会先把它记到 app 里面。或者是比如说零食我是真的可以吃很多，所以我就也会特别去记，比如我吃一小包，我就先量，就是一小包是多少热量，就这样我自己比较会知道我现在已经吃了多少，比较不会过度吃太多这样。所以今天影片就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我的3餐，然后再分享我怎么记，我尽量就是还原我那时候很认真记录，但就是大概分享一下。现在其实已经10点半了，我有点犹豫我要不要吃早餐，因为我其实前一天晚上我吃了辣炒年糕，然后就很饱，所以我今天一直有一种就是很胀的感觉。好，那我们现在我来做一点点早餐好了。然后早餐的部分，我自己最常做的还是酪梨蛋吐司，就是我自己比较喜欢吃的吐司。我通常都是吃这个牌子，就是任明这个大叔，这个肌肉大叔。就它的吐司通常就是怎么说，纤维比较多，通常它的都是这种，你知道看起来那种比较多谷物的这种吐司这样。然后我通常是吃2片，但我今天有点吃不下，所以我就吃1片。那我现在要来记一下我吃的这个吐司的热量。通常它后面这边都会有条码，所以我会直接用 App 上这个扫描的功能，然后去扫它。然后它就会显示1片是多少，然后我是吃1片嘛，所以我就记1片。前一天吃太多了，我一个人吃了1份辣炒年糕，然后就今天肚子有一点饱饱的。我现在把吐司放进来，让它稍微煎一下，因为我家现在没有烤面包机，所以我现在大部分都是用这个来煎，就是让它酥酥的这样。好，然后再来是处理酪梨，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我之前很久以前在台湾发的那个早餐吃什么，我好像也是做酪梨吐司的，真的是人很难改变。我通常是如果2片吐司，我就会吃1个酪梨，因为就是那样摸起来差不多。但如果今天只有1个吐司的话，我就半个酪梨就可以了。这样子，哇，很漂亮。我刚看了一下，我这次吐司好像买成那个 thin slice， 所以这个吐司好小。不过刚好我今天没有非常饿。好，然后再是记牛奶的量，然后通常这种液体的，就是我自己有买一个这种，就是那种称重的，这个在 Amazon 上都有，就是它都还蛮便宜的。好。我这边再多一点，我通常会加到这个线。
然后你看这边是8.7，放这些牛奶就是也会有条码，对，然后我就扫一下这个条码。好，然后我现在，吓死我！好，先把蛋放上来，加一点盐巴，一点黑胡椒，然后加一点 Trader Joe's 的这个 Everything But a Bagel 的那个些，然后最后的最后，你看我已经快用完了，我会加我的 Tabasco。就是辣酱，因为我喜欢吃辣，它酸酸辣辣的这样。完成。好，早餐完成。这是我的酪梨吐司，然后我的咖啡。我之前有在 Instagram 上分享，就是我吃这个吐司，我其实通常大部分吃2个啦，但今天真的是有点太饿。我鼻子。其实有时候早上我之前 vlog 也有看到，就是我就有时候不想自己做的时候，我也都会蒸包子，或者那种芋泥包，或是馒头。然后通常在那些包装的后面都有条码可以扫。然后如果没办法扫的话，你也可以自己输入，它会告诉你，就是你吃这样一个这个重量大概是多少热量，所以那样都可以就是输入在你的 app 里面。然后会有时候我也会加鲔鱼罐头，就是鲔鱼，或是有时候会加火腿，就是看我今天自己的心情这样。吃完，好吃。嗨，大家，现在是午餐时间，然后今天午餐呢，我要来做我自己真的很平常周间就是午餐常吃的就是乱炒炒饭。之前比较控制饮食的时候，我的那个乱炒炒饭就很常煮乱炒炒饭，原因是因为乱炒炒饭很好去用 app 去算热量，因为大部分乱炒炒饭我都是自己煮1人份，然后通常1人份就是比如说你加多少东西，就是你只要丢到那个磅秤上，你就大概知道它是多少热量，就量起来很方便，然后做起来很方便，然后我自己很喜欢吃。减脂期乱炒炒饭是我真的是超级常做，很常中午吃一次，然后晚餐也吃一次这样。通常乱炒炒饭我很爱加就是毛豆，就是这种已经去好壳的毛豆，然后任何牌子我觉得都 OK， 吃起来没有太大差别。其实像一般我现在在算的话，热量这个热量我其实会忽略，因为其实它热量很少，然后我觉得吃多也没关系，后面都一样会有条码，所以如果你要算热量的话也蛮方便的。再来我会加鲔鱼罐头，然后一般如果我有加鲔鱼的话，我就不会再加油。其实鲔鱼罐头里面都蛮多油的，大概加1半就可以了。这样。我加一把蔬菜。好，然后这个蔬菜我就没有量了，我就直接加进去。好，然后再来是要量饭，我这边是自己煮的那种糙米饭，
后好，这边大概是4.1 ounce， 然后我就把它直接这样丢进来炒一下，这样。好，然后再来会加一点我喜欢的海苔，后面也都会标明热量。只是我觉得海苔超难抓热量的，因为它都是要用 tablespoon， 然后我都是直接用倒的。啊！再加一点黑胡椒。加一点盐巴，这就是我的乱炒炒饭。其实乱炒炒饭就是真的是乱炒，是因为真的是把你冰箱你想要吃的东西都炒进去，因为我觉得重点是要是你喜欢吃的料。像我其实很常还是会炒一些菇类，因为我很爱炒菇类，但我家现在刚好没有菇类，但我通常会炒菇类，然后有时候想要再多一点蛋白质类，或者再多一点就是饱足感的话，我会再多加蛋，就一起把蛋进去炒。还有很多像是比如说，因为我冰箱都会有那种冷冻的虾子，我也会把虾丢进去炒。看你自己今天想吃什么东西，你冰箱有什么东西，然后是那种圆形食物，然后很好把它们加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加。最主要的是这样子的炒饭的那个热量很好记，因为你每个东西都很分明，这个多少，这个多少。因为其实有时候算热量算到后来会觉得很麻烦，尤其是你买一些外送，好，然后那外送，那你热量要怎么记，就是真的太麻烦。所以有时候自己做是为了比较好记热量。我自己最爱用的是鲔鱼啦，因为鲔鱼罐头就真的很方便，然后很好分热量，然后很好分你大概知道吃多少这样。我们看看我们刚刚那样热量吃多少。我看一下哦。有时候晚上我吃这种乱炒炒饭的话，我会加辣鸡酱，就很好吃。最主要是你要很喜欢吃的你加的东西的那个料。大家，现在是晚餐时间，然后今天晚餐要来煮牛排，煎牛排。煎牛排之外，还有一些生菜，然后还有花椰菜，然后还有我的气炸马铃薯，就是薯条。煎牛排，或是像我蛮常气炸羊排，都是我不知道吃什么，然后不想想，就丢进去就可以解决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牛排，它现在是用盐巴跟胡椒腌，然后这是带骨的，所以这边看到有那个骨头。然后这是花椰菜，我把花椰菜放进去。然后在这边呢是气炸马铃薯，然后我现在要把它丢到那个烤炉里面，然后我会喷一些油。有时候这种喷的油我都有点不知道怎么算热量，因为他们后面的那个热量都标示说在1/3秒的一个 spray 就是0卡，那这样怎么算？盐巴大概是这样，
然后气炸锅就把它丢进去。那我这边大概会先弄个12分钟。晚餐完成，这是气炸的马铃薯薯条，这是今天煎的牛排，然后花椰菜还有生菜，看得到吗？很不错耶，各位观众。因为上面那个更好吃。好，大家，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这边。把我隐形眼镜拿掉，换成眼镜，因为已经很晚了。通常礼拜一到礼拜五，我大概就比较像吃的，像你们今天影片看到的这样，我尽量都会吃到差不多1300，就是大概刚好超过左右。像之前比较严格在控制零食的时候，就很认真在记 app 的时候，我真的是几乎完全不吃零食。因为其实如果你很认真在记热量的时候，你只要吃一小包零食，你记进去，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所剩热量没有很多。因为我通常都是早上，隔天早上一早起来运动，所以如果我前一天晚餐没有吃到足够的量的话，我就是隔一天会没有办法好好的运动，所以我通常不会把我的热量分给零食，就我希望我至少每一餐都要吃到饱，然后吃到够的蛋白质，这样我就是隔天我才有力气，就是做那些有氧或是无氧的运动。希望我今天示范这个记录这个热量有帮助到大家，因为之前在上一个那个运动影片，就是减重影片，然后蛮多人跟我说不太知道要怎么记热量，或是要就是记多少，要怎么记。拿？为什么你硬要在我拍影片的时候跟我来？不过我前面有跟大家提到，就是我现在其实因为已经不是最严格控制期，所以我现在不会全部什么都记。比如说蔬菜，我可能就不会记，因为我觉得吃多一点蔬菜没有关系，所以我不会特别去记蔬菜。现在就是比较放松的记，然后我可能就记一些零食，或是记一些我怕我自己吃太多的东西，这样。好，那今天影片大概是这样，然后希望有比较解答到大家就对于我记热量 app 的这个的问题。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然后希望你们喜欢今天影片，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